比赛第3分钟，中国队就在日本队门前打开了局面。7号冯建伟抢在所有人前头，一脚把球送进了网窝，1-0。日本队还没缓过神来。第22分钟，又是冯建伟，同一个人梅开二度，2-0。这还没完，第28分钟，郭宝根跟着又下一城，3-0。仅仅2分钟以后，第30分钟，唐福江再进一个。上半场比赛才踢了一半，计分牌上已经是4-0。日本队被死死摁在自己半场，连球都送不出来。中场哨响，5-0。日本队全场一个球都没进。你可能以为这是哪场刚踢完的球，不是，这是1917年东京，整整100多年前，中国队5-0把日本队打得没脾气。那时候的中国队是全亚洲踢球最横的那一个。日本呢，还在旁边当学生看着。你可能没想到，哪怕往前倒100年，中国队就比日本队强，而且不是强一点半点。更没想到的是，这种压着打的日子还持续了挺长一段时间。当然，老马从来不是什么赢学家，今天也不是来翻旧账、争一口气的。今天就一件正经事，纯理性的捋一捋，中间这10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两支队整个掉了个儿。顺便把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一块儿给解决了：中国队到底怎么样才能拿下2030年的世界杯冠军？先说这100年，中国队对日本大概分3段。第一段最风光，从1917年那场5-0往后数，1921年4-1，1923年5-1，1927年5-1，1934年4-3。在当年的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队把日本队按在地上摩擦。那会儿队里有个人叫李惠堂，人送外号亚洲球王。什么概念？就是整个亚洲没人踢得过咱。这一段是货真价实的碾压。第二段就没那么一边倒了，但也不难看。后来那些年，虽然两边碰面不算多，中国队跟日本队是互有胜负的，你赢我一场，我赢你一场，来来回回，中间也输过几场，那很正常，谁还没输过球？重点是那都是一场一场真刀真枪掰手腕的球，谁也没占谁太大便宜。第三段到了改革开放前后，1975年，中国队第一次以现在这个身份跟日本队交手，在香港2-1赢了。你琢磨琢磨，那是个什么年月？国内刚从一段没心思踢球的日子里缓过来，压根儿谈不上什么正经的足球训练，就这么个底子，照样能跟日本队你来我往。80年、83年接着还赢，所以你看这100年里，中国队对日本从碾压到有来有往，从来没到过抬不起头的地步。1990年以前的总账摆出来，中国队13胜3平4负，稳稳压着日本队一头。那是什么时候变的天呢？1993年，日本人搞起了自己的职业联赛，这一搞风向就慢慢不对了。中国队最后一次赢日本停在了1998年3月，从那以后到今天快30年，一场没赢过，而且不光是赢不了。2024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对日本0-7，对，这回中国队进的是那个0。从当年的5-0到今天的0-7，这100年比分不光是调了个个儿，更扎心的是，以前就算输，那也是一场球，现在是站在场上让人当靶子打。可能有人已经开始叹气了，先别急着叹。老马捋这段历史，不是要证明中国队今天有多惨，恰恰相反，他至少说明一件事：中国队的底子不是天生就弱的。翻盘这2个字，搁他身上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不信，咱先不看中国队，看看世界上另外几支队当年是怎么把自己从泥坑里一点一点拔出来的。先说第一个，葡萄牙。一提葡萄牙，你脑子里蹦出来的是 C 罗，是欧洲豪门。可你要往前倒个20来年看，葡萄牙这支队长期就是欧洲二流，世界大赛好些年连决赛圈都进不去，坐冷板凳一坐就是一大截。那会儿没什么人拿他当回事儿。你别看今天满世界都是 C 罗的球衣，往前数，葡萄牙的高光时刻稀罕得很。1966年，靠着一个绰号黑豹的巨星尤西比奥，葡萄牙在世界杯上拿过一回季军。可那更像昙花一现，打那往后一连30多年，葡萄牙连世界杯的决赛圈都难得挤进去一回。欧洲二流的板凳一坐就是大半辈子，所以你千万别以为人家生下来就是豪门，人家也是从没人搭理的犄角旮旯里一步一步自己爬上来的。他是怎么翻身的？说白了就干成了2件事。第一件，青训攒出一代人。1989年、1991年，葡萄牙连着2届拿了世青赛冠军，就是20岁以下那个级别的世界冠军。这一批孩子里头，出了飞哥，出了鲁伊科斯塔，出了德科，后来被人叫做黄金一代。
这批人成年以后，2000年欧洲杯打进4强，2004年本土办欧洲杯拿了亚军，2006年世界杯又是4强，葡萄牙这才算在强队堆里站住了脚。第二件，等这批人踢老了，正好有个叫 C 罗的顶了上来。2003年 C 罗去了曼联，一步一步熬成了世界第一。2016年就是他带着葡萄牙拿了欧洲杯冠军。你数数葡萄牙有多少人？1000万出头，还没中国一个省多。他靠的不是人多，也不是钱多，就俩东西：青训先出一代人，再赶上一个能扛旗的超级巨星。第二个，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多少人？400来万，比北京一个区的人还少。就这么个小国，1998年第一次踢世界杯，上来就拿了个季军，队里那个苏克还捧走了金靴。20年以后，2018年又是这支克罗地亚一路杀进了世界杯决赛，带队那个人叫莫德里奇，那年他拿了金球奖。你知道这意味着啥吗？在那之前整整10年，金球奖就是梅西和 C 罗俩人轮流坐庄，谁也插不进去。是莫德里奇一个人把这俩巨头的垄断给终结了。那莫德里奇是怎么熬出来的？说出来你别不信，没什么秘密武器。他小时候赶上打仗，是个难民，还放过羊。后来进了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青训，一级一级靠租借去别的队历练，就这么一点点熬出来的。你看，还是那套东西，一个正经的青训体系，加上一个人在苦日子里自己咬牙扛，这时候准有人要抬杠。人家欧洲人身体好啊，人高马大，亚洲人比不了。行，那咱先别急着聊莫德里奇个子多高，你先猜一个。这么一个把梅西、C 罗都比下去的世界第一，个子得多高多壮啊！告诉你，莫德里奇身高1.72米，1.72米什么概念？搁今天国足那帮人里头，比他高的一抓一大把。一个快40岁、1.72米的小老头，靠的压根儿就不是身高，不是块头。足球这项运动从来就不考身高，也不考谁膀大腰圆。这么一说，亚洲人身板不行，踢不出来这个借口，是不是当场就有点站不住？可能还有人嘴硬，那都是欧洲的，欧洲足球底子厚。行，那咱说个亚洲的，压轴这个最狠。日本呢，总有人念叨说亚洲人天生就不是踢球的料。那日本呢，一样的东亚人，身板还未必有中国队壮，凭什么？先把话说清楚，别搞错了。90年代以前，亚洲足球最横的是中国，日本那会儿还是业余水平，压根儿不够看。前面那笔账你还记得吧？90年以前，中国对日本13胜3平4负，那时候你要跟中国队说亚洲人踢不出来，第一个不服的就是他。那日本是怎么反过来的？还是那个字熬，外加有计划的熬。1993年，日本搞起了自己的职业联赛，叫 J 联赛。5年之后，1998年，日本第一次踢进了世界杯。巧了，这一年正好是中国队最后一次赢日本的那一年。打那以后，日本的世界杯一届没落下。到了2022年，日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2-1掀翻了德国，又是2-1掀翻了西班牙。小组头名出现，把这俩世界冠军级别的球队全压在了身后。现在的日本跟巴西这种队掰手腕都不带虚的。你要是翻翻2022年那支闯进世界杯的日本队大名单，会更服气。20多号人，一大半都在欧洲各大联赛踢球，德甲、英超、意甲、法甲，满世界都是日本人的名字。一年到头跟世界级对手真刀真枪的磨，这跟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踢，自娱自乐，完全是两码事儿。这样的家底儿，别的亚洲队眼馋都眼馋不来。日本这一套不是撞大运撞出来的，早在1992、93年，日本足球就定下了一样东西，叫百年构想。名字你就品品，100年。计划里头白纸黑字写着，2092年之前拿到世界杯冠军，全国办满100家职业俱乐部，扎根社区，从娃娃搞青训，把18岁以下的苗子成批的送到欧洲顶级的俱乐部去练。你可别把这百年构想当成一句喊在墙上的口号，他是真往地底下扎根的，眼睛不光盯着国家队那11个人，而是在全国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地办起扎在老百姓身边的俱乐部。踢球的、跑步的、老人小孩都能进来玩，足球就这么长在了日子里头。带孩子的教练得一级一级去考证，够格了才准上岗。学校一条线，俱乐部一条线，两条腿一块走，就靠这么个看着挺笨的办法，几十年滚下来，日本能踢球、爱踢球的孩子越滚越多，人才自然就往外冒。100年的规划，一年一年的种树，你再回头想想某支队想的是啥？明年就得出成绩，后年就得夺冠，
今年砸的钱，明年就得给我见回响。而这个日本，就是100年前在东京被中国队5-0打得没脾气的那支队，也是今天反手7-0虐中国队的那支队。他中间没干别的玄乎事儿，就是花了30年，一步一步把自己活成了一本活教材。所以你把这3个例子摆一块看，葡萄牙不比中国有钱，克罗地亚不比中国人多，日本不比中国人身板硬，他们仨翻身靠的是同一样东西，一个像样的青训体系，攒出一代人，再等出一个天才，然后忍住性子10几年甚至100年不瞎折腾。这3样东西，青训、天才、耐心，就是给中国队开的方子。分3步抓，12年、8年、4年。动手之前，先掂量掂量中国队这副家底儿。好消息是有的，2030年这届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队，亚洲的名额一下多了不少。名额多了，门槛就低了。单说理论，出现的机会是比过去大。坏消息可就多了。先看青训，这是足球的地基。啥叫注册在案的青少年球员？说白了，就是正儿八经在足协登了记，常年在踢，够得着往职业这条道上走的那批孩子。这个数就是一个国家足球的家底，是往锅里下米的那口米缸。1995年，中国这口缸里还有65万人，挺像样吧？可你接着往后看，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多少？13524。你没听错，不是65万，慢慢往下滑，是几十万。10几年里头，哗啦一下掉到了1万出头。13000多人是个什么概念？搁全中国10几亿人里头，凑一所大学，一届新生都不止这个数。就靠这么点孩子，却给一个14亿人的国家挑出11个能踢世界杯的，这不叫大海捞针，这叫水缸里捞针。缸里统共就飘着那么几根。那日本呢？就在最近，日本足协注册在案的球员80几万人，光15岁到18岁这一个年龄段就36万。你把这俩数摆一块，中国最惨那年13000，日本光一个高中年龄段36万，这已经不是差一截了，是差着好几十倍。地基差这么多，你上头想盖出来的楼能一样高吗？这几年中国青训这个数是回了点血，慢慢爬到了10来万，听着涨了不老少，是好事儿。可你别忘了个边上那个参照物，人家日本是80几万，还稳稳的待在那儿呢。你从13000爬到10来万，看着起劲儿，一抬头，人家在几倍于你的高处，压根没停。这个坑不是3年5年能填平的。再看钱，你可能寻思地基差，是不是因为穷投不起？巧了，中国足球最不缺的，恰恰就是钱。前些年中超闹过一阵金元足球，啥叫金元足球？就俩字儿，砸钱，往死里砸。俱乐部背后的老板开出全世界都数得着的高薪，把正当打之年的世界级大牌外援一个接一个买进来。那几年，中超一度是全球球员眼里的淘金地，在欧洲拿不到的那种天价合同，来中国有。最风光的时候，中超球队在亚洲赛场上也是能捧冠军的。可这么个烧法，钱从哪儿来呀？不少是借的。楼盖得越高，底下的窟窿越大。到了2025年，那支拿过8次中超冠军，当年金元足球头一块金字招牌的广州恒大解散了，就俩字儿，没了。欠着一屁股还不上的债，把自己给烧没了。从欧洲球星淘金地一路崩成了烧钱反面教材。你把这2件事搁一块儿，一边青训的孩子少到只剩13000，另一边能大手笔烧钱，烧到解散，钱是真花了，海了去了，就是一分没往那个最该花的地基上花。这好比一家人宁可花大价钱，天天租辆豪车停门口撑面子，也不肯拿这笔钱给自家房子打个结实的地基。车再豪是租来的，哪天钱一断，连车带面子一块还回去。钱砸了不管用，那还有一条道，规划。啥叫规划？简单说，就是把一个原本跟中国八竿子打不着的外国球员，通过入籍扮成中国人，让他披上中国队的球衣，替中国踢球。这几年，中国队也试了这条道。塞尔吉尼奥、费尔南迪尼奥、奥斯卡一批巴西来的球员规划进了国家队，想法很好懂，地基一时半会儿打不好，那我先从外头买几个现成的高手凑一凑，兴许就把眼前这几届世界杯预选赛给闯过去了。抄条近道嘛，可这条近道超差了。这些人规划进来的时候，不少已经过了最能踢的那几年，状态正往下走，语言打法跟本土球员的配合又都得从头磨，大价钱花出去，成绩没见着，末了还落个两头不讨好。本土那些正该顶上来的年轻人，位置反倒让规划球员给占了，上场机会少了。这跟考试请枪手是一个道理，
枪手替你考这一回，分数是好看了，可你自己一道题也没多会儿。等下回没枪手了，还得你自己上考场，照样抓瞎。这么折腾了一大圈，钱花了，人换了，进道也超了。结果呢，2024年那场0-7，该来还是来了。那场球之后，主教练辞了职，足协主席也辞了，家底儿就这么个家底儿。那方子到底怎么抓？第一步，头12年打青训地基，这一步最怕的就俩字儿：急功近利。这个道理得从巴萨一个老故事说起。上世纪70年代，巴萨青训有个奠基的人物叫劳雷亚诺·鲁伊斯，后来出梅西、出哈维的那套传控根子就是他那会儿埋下的。这人有个特别朴素的道理，大意是这么说的：你带一批孩子，我也带一批孩子，咱俩每年碰头踢一场。你呢，就教你的孩子一件事儿：开大脚，把球高高的捞起来，往前场一通猛轰。我这边慢慢教我的孩子短传、控球，怎么把球从自家后场一脚一脚倒了倒出来。头1-2年保准你赢我，赢得还挺轻松。为啥？因为我的孩子还小，面对你那种没头没脑的大脚高空球，心里发怵，处理不明白，一慌就手忙脚乱。可你先别急着乐，越往后越不对劲了。你的孩子踢到最后还是只会那一下开大脚，不会踢球。我的孩子呢，一年比一年会踢，脚下越来越细，脑子越来越活。这就是后来拉玛西亚那套传控的老根子。你把这个道理往中国足球身上一搁，立马就全明白了。教一个小孩踏踏实实练传控、练技术，见效慢。头几年成绩难看，输了球搞不好还得挨骂。可你啊，要让他上来就开大脚，拼身体，怎么快怎么赢，那叫一个立竿见影。这个月就能捧个杯回家。那你猜，在一个恨不得开个会，今年就要见着成绩的地方，大家伙儿会挑哪条道走？所以你看，青训这地基难就难在它是个慢功夫，急不得。可偏偏还真有人肯拿几十年的时间，把这个慢功夫扎扎实实的做出来。怎么做的？也不藏着掖着，全摆在明面上。德国队2000年欧洲杯小组就出局了，丢人丢到家。回去之后没吵着没撤帅泄气，闷头把青训从最底下重建了一遍，定下一条硬规矩：凡是职业联赛里的球队，甭管你大小穷富，都必须自个儿掏钱办一所青训学院，不办就别想拿联赛的牌照。学院里头不光练球，还得管孩子的文化课。就这么闷头练了10几年。德国现在有5500多个欧足联 A 级教练，1000多个最高的职业级教练，这是什么概念？整个国家遍地都是会教球、能教好球的人。日本那边更实在，青训就在真草皮上练，带队的全是持证的职业教练，眼睛盯的是10年以后，不是下个月那个杯赛。翻译成中国队要干的事儿，其实也简单，校园足球真落地，别搞成一阵风，拍2个照片就完事儿。好好培养教练，把场地修够，别只在几个大城市摆样子，再把一批苗子趁早送出去，见见世面。这里头还有最要命的一条，别再逼着孩子和家长去做那道害人的选择题，要么老老实实读书，要么去踢球，2选1，选错了赔上大半辈子。人家德国、日本是让孩子一边上学一边踢球，书没耽误，球也没落下，当爹妈的才敢放心把孩子往球场上送。这道理不难懂吧？可真要做到，得把学校和足球拧成一股绳，急不得。这一步不难，就是慢，得12年。第二步，中间8年理顺联赛和体系，核心就一条，别再来金元泡沫那一套，暴涨暴跌。恒大那个坑刚踩完，还热乎着呢。联赛得稳，规划得理性，真要规划也得配合着青训一块用，不是拿来救急上头的。还有，让懂球的人管球，别老是外行指挥内行。这里头有个小国的例子，特别提气。冰岛全国30来万人，比中国一个小县城的人都少。人家足协怎么干的？自个儿掏钱送好几百个教练去考欧足联的教练证。30来万人的小地方，愣是把持上教练的密度，堆成了全世界数1数2。你算算这笔账啊，孩子一走进球场，边上站着的是个受过正经训练的明白人，而不是随便拉来凑数的家长。除了教练，冰岛那地方天寒地冻，一年到头没几天能在露天踢球，人家就盖起带暖气的室内球馆，让孩子刮风下雪都照样能练，就靠这么几手。一个人口顶多算中国一个县的小国，愣是打进了欧洲杯正赛，还在2016年把老牌的英格兰给掀翻了。你看，又不是造火箭，就是把教练、场地这几件最不起眼的事儿当成正经事儿，实打实地办了。第三步，最后4年临门一脚，
得出一个能扛旗的超级球星。葡萄牙有 C 罗，克罗地亚有莫德里奇，一支队要想再往上迈一步，总得有这么一号人。可这一步恰恰是最悬的，天才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你拿钱都买不来。而且退一万步，就算老天爷真赏你一个，前面这12年的地基要是没打好，这个天才你也接不住。这3步连起来，没有哪一步是造火箭级别的难题。普及教练、修场地、种树，然后忍住，别急着摘果子。每一样，葡萄牙、克罗地亚、日本、德国、冰岛，全都替中国队提前验证过了，可行管用。中国队缺的真不是钱，恒大都能烧到解散，缺的是那份10几年只种树不摘果的耐心。所以你回头看老马排的这3步，12年、8年、4年，哪一步单拎出来都不叫难。可他们仨有个要命的共同前提，得慢，得等，得忍住10几年，不去伸手摘那个果子。偏偏这才是最难的一关。种树这件事儿，打一开头就注定了，树是你种的，可乘凉的是下一波人。你今天弯腰刨的这个坑，浇的这瓢水，真见着好处，得是10年、20年以后，那时候台上站着的早就不是你了。可这套玩法，心里头惦记的是啥？最好今年种下去，明年就能上桌吃果子。你让一个满脑子明年就要赢的人去干一件20年后才见效，还净是给后人做嫁衣的事儿，这才是中国队真正过不去的那道坎。说到底，不是不会踢球，是等不及。可你要真去掂量那些方法本身，没一样是难的。中国队怎么拿2030年的世界杯冠军啊？答案全世界都摆在明面上。葡萄牙告诉你小国也能行，克罗地亚告诉你人少也能行，日本告诉你亚洲人也能行，1.72米照样能行。3步走，12年打地基，8年理体系，4年等天才。每一步单拎出来都不难。至于这几步，国足到底会不会照着走，能走到哪一步，这个嘛，老马可就真不敢给你打包票。反正话老马撂这儿了，具体怎么操作，那是国足自己的事儿。球现在就在他们脚底下搁着呢。那么你觉得2030年中国队有戏吗？觉得有戏的评论区扣个1，觉得还是洗洗睡的扣个2。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咱们下一场见。